审定有无，与其虚实，随其事欲以见其志意。人有形形色色，各有不同，我们看到听到的也不一定是对方真实的想法，也可能是故意表现出来的。那我们该如何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呢？常言道，无欲则刚，人无癖不可交。没有欲望和喜好的人，你是很难去了解和操控他的。因此，观察一个人的品质，探究他有无虚实，可以先从他的欲望和喜好来入手，去观察并加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志向意图了。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给大家。那如何穿透这样的假象，来看清楚一个人的本质呢？一个人不管如何的伪装，生活中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要观察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面对熟悉的日常习惯，人们才会放下戒心，释放真实的自己。这个时候也是观察一个人最清楚最本质的时候。微排其言而百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止，和而百之，以求其利。或开而视之，或合而避之。开而视之者，同其情也；合而避之者，以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圆其同意。利合有守，先从其志。既与百之，贵周；既与合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在听到对方说出的话语意图，适当的提出质疑，一般对方就会提出解释的理由和想法，这样就可以从他解释的言语中探知对方的真情实意和他的性格为人。在得知对方的情况后，故意不再说话，来引起对方畅所欲言，对方会越来越放下戒备心。我们也可以更加容易的来判断对方是敌是友，是好是坏，是强是弱，从而确定这个人的品性如何。百之者，料其情也；合之者，皆其诚也。对他人开放是探知对方的真情实意，对他人封闭也是为了考验对方的诚心。主动的试探，主动做事也是鬼谷子的一贯的主张。通过提问引导，使对方处于开启的状态，然后探测他的真实情况。站在相反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对方想要攻击你，首要一步就是先对你料其情。如果他不知道你的底细，不清楚你的真实目的，他是不敢轻易对你下手的。所以首先你要让对方能够透露给你他的真实情况，然后才是后面的打算，来引导对方向你想要的方向思考并行动。就像兵法上也是主张知己知彼一样，所以百的目的就是要料其情，探其实。合之者结其诚，也就是说用闭合之术来争取对方合作的诚意。那如何来确定对方的合作的诚意呢？通过反驳，通过提出不同的意见来观察他的反应。到这里咱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运用百的方法，选择就是开放的方式，开放式的提问，开放式的引导，不断的赞许，不断的鼓励，不断的认同，从而更多的了解对方。运用合就是你要开始运用封闭式的提问，封闭式的引导，终止对方的一些想法，开始分析出一些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一些不好的后果，从而使对方能够排除顾虑杂念，能够一心只与你合作。讲到这里，我们发现这两句百之者，料其情也；合之者，皆其诚也。开而视之者，同其情也；合而避之者，异其诚也，非常的相像。其实呢，大的逻辑是一样的，但是它们的主体是不一样的。开而视之者和合而避之者，它的主体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打开和关闭的状态，从而去影响对方。而百之者和合之者，它的主体是对方，是让对方处于打开和关闭的状态，从而达到自己说服的目的。但是从现在结果导向的目的上来看，对方的实际的状态才是我们要说服或者沟通的最终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换句话来说，前面你自己的状态和对方的状态能不能达到同步，能不能一一的对应都不重要。不管你自己是开还是合，只要能让对方随着你的意图开或者合，那么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你以为这样就能运用百合术了吗？先别着急。圣人一手思其门户，审查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效其技巧短长。鬼谷子告诉我们，圣人做事之前已经把握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所在，在谋划事情之前，一定要先度量对方的智谋，测量对方的能力，分析自己的计划和对方的目的，
到底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地方？如果时机不到，就需要等待适当的机会，再推测思考如何用自己的长处去攻击对方的短处。所以行动之前，我们一定要有周全的计划，等待的过程要严守秘密，关键就是周全和隐秘，像道一样无所不在又无影无踪。这些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可是我们平时生活中真的都用到了吗？下期我们接着来读鬼谷子百合篇，你听完看有没有什么启发？下期见哦。